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上周五呢，道琼斯工业指数美股继续上行，成功完成了本轮行情当中它的第二轮次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当中，我们看到了悟空阳线、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到达34000点，也就是144均线和169均线所处的这个位置，完成了它的一个反弹。反弹完成之后，我们看到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以11月14日的悟空阳线作为起点，持续上行，最终呢在上周五完成了它的唐僧阳线。两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通过合并 K 线可以看到，周线级别上形成了一个与下跌方向对称的一个周线级别反弹。周线级别反弹过程当中，正好走在这个沙僧阳线的这个位置上，所以呢上方是有唐僧阳线的预期的。因此呢，本轮对于道指美股来说，已经成功从反弹到反转到目前接近前高，有了更高的一个位置，所以呢，美股的牛市行情已经正式开启。那么随着美股的走强，我们看到比特币也在高位持续的做稳定震荡，并且呢，在震荡过程当中形成了在4小时级别和日线级别两个时间级别上的一个横盘整理的一个收敛三角。那这个整理收敛三角呢，我们看到焦点位是在11月16日，但是我们说了，这个焦点呢不是最终的焦点。随着它的盘整和震荡呢，我们看到它目前所形成的一个焦点位正不断的后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偏向于多头的一个迹象。因为在传统的股票市场当中，我们就知道横有多长，纵有多高，所以呢，高位震荡调整的时间越长，越有利于比特币向上发展。同时呢，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这个角度上就可以看到，早在6月份就走出了悟空阳线，然后围绕这个悟空阳线做持续震荡震荡过程当中形成了一组妖怪 K 线、干扰性 K 线，干扰了所有人对多头的判断。但10月行情当中10月是比特币月的行情当中，我们迎来了它的8节阳线，然后最近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它的沙僧阳线。同时呢，我们认为沙僧阳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继续震荡容易震荡，所以呢，在高位我们看到了持续的4周的震荡行情，在高位形成了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收敛三角形。那目前来看，重新形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焦点经过后移，那么当前也正在到达这个接近焦点容易发生变盘的这个位置。所以呢，本周非常关键美股在高位面临突破的一个位置的情况下，那比特币很容易出现快速变盘。那么变盘过程当中有几个重要点位首先是4小时级别169均线可能会形成一个支撑回踩之后，容易对收敛三角形的焦点进行绕行发动突破，也容易在美股持续走高的情况下直接发动突破。总而言之呢，大的方向上，无论在周线还是日线，它都是一个向上的趋势。那向上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回踩，我们就知道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回踩是对多头的一个机会对于多头来说的一个机会。所以呢，如果能够踩上4小时级别144、169均线，或者是调整更深一些，能够踩到日线级别的某天均线上是一个日线级别，我们看到日线级别144均线、169均线离得太远不是踩到这个位置了，它可能会回踩一下筹码密集区，可能到达35000美金附近这个位置是可能的，但下方144、169只可能是缓慢上移，不可能去踩这个位置所以呢，我认为4小时级别的均线和日线级别的筹码密集区是一个关键性的，如果能够发生回踩，可以追击多头的一个位置，可以补仓多头的一个位置那么整个趋势还是向上移动，缓慢向上这证明了目前来说我们之前的判断，周线级别的唐僧阳线很快将会出现，会迎来一个比较大的行情。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山寨币板块出现快速轮动，从上周的 BLUR 是一个领涨币种，到今天周末3个交易日，我们看到 USTC 出现了一个疯涨行情USTC 和Luna 还有 Lucy是同一板块的，因此呢，我们看到 Lucy 紧跟着 USTC 去上涨。那么这轮行情我们看到 USTC 在技术层面上，它形成了一个日线级别连续上攻动作当中，我们看到悟空阳线、八节阳线、沙僧阳线
走到沙僧阳线这个位置上要小心，要注意设置止损。但是上方呢还有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啊，就这一点来说，我们 K 线西游战法的先进性在这里面啊，它走出来了，我们知道我们有预期也有止损，但是啊某些比如说均线战法呀，它不知道顶在哪儿，不知道它怎么做一个阶段性的震荡调整啊，怎么去变换啊？因为我们有这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可能会出现4小级别到小日线级别的调整啊，因此呢，我们看到当前的一个形态。上方有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但是呢，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就可以看到这条行情它做出了一个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在这个位置就做出了一个调整，然后新的一轮上涨正在启动，因此呢，上方有预期啊，在目前4小时级别啊新的一个悟空阳线的这个位置上，我们是可以设置一定的止损的啊，这样的话从结构性上啊，从这个上方能够走多远，下方止损设置在哪儿啊？这方面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第一部分西游战法通过这几个人物的变换啊，就可以给出一个非常好的说明。比如说目前来看啊，4小时级别新的一个悟空阳线出现了，那么我们就把时间级别调到小日线级别，看这个小日线级别怎么走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小日线级别有悟空阳线、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这是一个小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它在15分钟级别上会不会做一个回踩动作。如果能够做一个回踩动作，我们看前面行情当中它做出了一个回踩动作，形成了一个缓慢的收敛三角形，然后做了一个突破。那么目前的行情当中，对于 USTC 啊如此极端264%的上涨之后呢，它就有可能做一个新的调整动作，然后再重新选择它的方向。一般来说，一个极端的山寨币的行情，往往会走一轮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啊。USTC 呢作为Luna C 作为 Luna 的一个体系当中的一个稳定币来说最近有如此暴力的上涨，也大概率会符合这样的规律。那对于 Luna C 来说呢，我认为这轮行情它在刚刚涨幅达到惊人的45%之后还是有一定的上涨空间的。原因是它是一个浪子回头币种，对浪子回头币往往会产生市场当中非常疯狂的热度。因为一个良币，一个像比特币来说，它不会涨幅那么大，因为我们都知道比特币是一个优质的资产。但是如果是一个拿人来比较，如果是一个坏人进了监狱，十恶不赦的坏人这比作当前这个 Luna C 经历了一系列的暴跌暴雷之后基本上归零之后但是这个人在监狱当中表现非常好受到广大群众的关注之后那么对于这个币来说它往往会出现非常巨大的上涨幅度所以呢，最近几个交易日USTC Luna C 有这样的表现是非常正常的，也是我们从前年就开始说的一个走法，就是浪子回头币。浪子回头币呢，在牛市初期、熊市末期是一定要有一定仓位的这是要有一定仓位配比的。原因是它在底部形成之后，非常容易有巨大的空间和幅度。然后目前来看，我们的量化表现总体成绩还算不错，然后有更多的资金在上个周末开始布局之后呢，还没有发生获利然后有一部分资金呢获利趋势变缓的原因呢是大部分策略都用了 AI 1号策略，而 AI 1号策略呢有3种模型它是获利的，分别是单边上涨、震荡行情和下跌反弹。但在3种模式获利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最大获利痛点是在下跌反弹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得到最大的获利。然后呢，我们看以以太坊为例，在11月14日到11月24日这10个交易日当中，有非常多的下跌反弹让我们 AI 1号机器人构成巨大获利的一个模型但是最近几个交易日对于以太坊来说，行情走势相对平淡，没有产生波动的情况下，量化机器人不会主动出击扩大仓位，所以呢，目前来看我们的量化成绩稳在这里虽然稳在这里，但是如果一旦市场当中出现符合模型最大获利模式的机会，那么我们机器人还会主动出击往往这种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仓位会有一定幅度的缩水，但缩水不用怕呢，是因为这些资金要出去出击，要干活要做马丁要做网格去补进仓位之后后面我们才能够随着反弹的进程上来快速获利，让我们的利润得到叠加，做成复利。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